夏夏，你和宋佑泽已经结婚4年了，既然他还活着，那就见他。离婚还是好好过日子，一见面谈一谈。宋佑泽，你也是时候给心意身为丈夫的职责。总把想念你的人家人的发，我并不害怕，想认真勾着你的牵挂，像一颗不老的种子，哪个世界是个玩笑吧，根本洗不掉回忆。他就是宋佑泽。我和宋佑泽结婚4年都不曾见过一面，第一次见面我就把他给睡了。昨天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去见宋佑泽。当年宋佑泽重病，我舍不得叶今晚嫁给他，重新你们就逼我嫁给他，还不够吗？你们还想逼我到什么程度？你得了你的！叶今夏，要不是我们当初在医院抱错了孩子，把所有的感情都给了你这个野种，我们的亲生女儿怎么会在外面受这么多年的苦？你也占了静晚10几年的主，这是你骗他！我已经带着她嫁给宋佑泽了，还不够吗？4年，宋佑泽就像人间蒸发一样，从来没有管过我的死活，凭什么他想见就见？姓宋，宋家可是海城数1数2的家族，就算他宋佑泽是个无名之辈，单凭他是宋家人，就不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我可告诉你，要是因为你连累了叶家，叶今夏，别忘了你奶奶还病着，她那么疼爱你，你也不想让她为你担心。我也行。夏夏，这生意场上竞争那么激烈，我们叶家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全靠你的宋家撑腰。你今天跟他建议，之后是继续过日子，还是离婚，你自己决定。是那杯酒有问题。我才不是你们亲生的，他们怎么甩掉了你们10几年爸妈？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狠？宋佑泽这个病样子太猛了吧？难道说他在床上躺了4年，憋坏了？先生，我是酒店的保洁人员，请问您需要清理房间吗？不对啊，我和宋佑泽是合法夫妻，我慌什么呀？那个暂时不需要。好的，石先生。等一下，是石先生？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不是这样吧？谁呀？他不是宋佑泽。完蛋了！
人了。英杰是谁？不知道。今天监控视频刚好完，画面十分模糊，什么线索都没有。监控中只看到您和一个女人在房间走廊上，竟然也张助理，然然还在呢，你注意一点吗？那啥还挺激烈的，够了。你是这么办事的吗？是，我这就去恢复视频。废物！真是天助我也，这下总算是放下了。你看我这人画多好。秦老师好像很高兴啊。啊，我看然然画画，很高兴。然然真没有天赋，一定很快就能康复的。你看你画这头，太搞笑了。是呀，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明天就是幼儿园的开学典礼，10年一定要准时带然然去幼儿园。好。然然，走了。老师别走。然然，我们明天幼儿园见。来啦。这条小命可算是保住了。以后我一定要离实验远远的，再也不来这个鬼地方了。爸爸，然然想要妈妈了。今夏只是一个老师，都能对然然那么温柔，然然的母亲却能狠心将她抛弃，整整6年不管不顾。要是让我找到那个该死的女人，我绝不会放过她。这么多年了，叶哥哥连句重话都没跟我说过，今天却眼看着我就要博得叶哥哥的欢心，嫁入石家了，为什么凭空蹦出来一个金老师坏我的好事？喂，我让你查那个金夏，查的怎么样？亲爱的，你可得好好感谢我。要不是我那天从小在酒店拍到这张照片，你这辈子都得到这么无聊。你们这些狗仔就喜欢夸大其词，他一个老师能爆什么大料出来？如哥，他这一辈子太过幸福。敢挡我的路，叶金夏，那就别为了在你最骄傲的地方亲手毁了你。今天就是开学典礼了，希望别出什么岔子。金夏，你可算来了，就等你了。校长，你看看这个，这个呢是对咱们幼儿园做出突出贡献才能颁发的荣誉勋章，整个幼儿园只有这3枚。那您是当之无愧了。今天呢，我就把我的这枚送给你。
校长，我一个刚来幼儿园的老师，我怎么配得上这样的荣誉呢？季夏，你用了短短的1天时间，就说服了石家小少爷来咱们幼儿园入学。石爷呢，还以你的名义给咱们幼儿园捐赠了2座图书馆、1栋大教学楼。咱们幼儿园能有你这样老师作为标杆，是咱们幼儿园的荣幸。这个荣誉勋章，当之无愧。校长，这实在是太……老师，您就带着吧。就是啊，我们孩子能和实业孩子是一个老师，说出去别人都高看我们一眼。您赶紧带上吧。带上。谢谢大家。谢谢校长。谢谢大家，以后我一定会为我们幼儿园、为我们的孩子们继续努力的。季老师，这是我们甜甜，你看看，以后呀一定多多关照，我们一定会感激不尽的。哎，这是我们家暖暖，麻烦您以后让她在冉冉小少爷面前多露个脸。暖暖，你们都什么档次啊？也配和金老师讲话？金老师，你还是多关照我们家耀祖吧。他可是我生了6个女儿之后好不容易得来的孩子，他是我们全家的希望，他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金老师，快看我孩子，看看我们孩子。这种道德败坏的人，也值得你们追捧。石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是什么意思？你难道不清楚吗？你非要我把你做的丑事都放过，你只敢承认？我做老师这么多，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情。石小姐，这里是学校，不是你撒泼的地方，我请你出去。我要是没有证据，我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指证？来吧，大家都看一看，看看你们平时喜欢尊重的金老师，私下里是什么样的下贱东西。酒店的监控不是坏了，他怎么会有我和实业的照片？我的一个狗仔朋友，本来想去酒店拍一些明星八卦的，不想居然拍到了金老师和其他男生鬼混。金老师，你是有老公的吧？有老公怎么还这么饥渴？非得再找几个野男人才能填补你的寂寞吗？金老师，你的学生应该不知道，平日里在教室那么端庄大方的老师，私下里就和男人玩得这么开吧？石小姐，这是我的私事，容不得你插嘴。私事，再怎么说，我也是一哥哥的亲侄。我怎么可能忍心让他和冉冉交到你这种人手？各位家长，不只是我，在座的每一位家长肯定都不愿意让这样一个随便跟男人睡觉的人自己的孩子当老师吧？不可能，要是金夏真的是这种人，我绝对不可能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他。就是，证据都摆在这里，怎么可能有假？亏我还毕恭毕敬的叫他一声老师，真是瞎了眼。这位小姐，金夏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我是绝对不允许你拿着这些不知道真假的照片，随意的在这污蔑他。哟，金夏，我还真是佩服你蛊惑男人的本事呢，让校长这么相信你。校长，这些照片你若是不相信，完全可以找专业的机构去检测一下。若发现有一丝一毫的 P 图痕迹，我沈云婷任何一项处置。这别人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怎么可能造假呀？是，从开始金夏一句话都不说，肯定有问题。可是，就算这个照片是真的，
照片上的男人说不定是金老师的男朋友呢。哼，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金老师，那你给大家解释一下，这照片上的男人到底是谁？证明你的清白，也让大家都放心了。我问过酒店了，照片里的那个男人一直在找金夏，他们就是业绩，根本就不认识。下次去问他，一问一个准。废话那么多，这个男人到底是谁？酒店不肯说，不过我觉得那个人也不过是专门在酒店里装破吊机的混混。这种人啊，在酒店里。今天我一定要扒了他这层虚伪的皮，让叶哥哥好好看看究竟是什么货色。你倒是说呀！你都和人家睡过了，难道你还不知道他是谁吗？难道金老师真的连这个男人是谁都不知道就跟人家睡了？真下贱，真可恶！这下，我看你还是赶紧说吧，要不然控制不住了。You kiss my lips until they're colder. Think you're in control, but I should let you know. Well, the good guys don't always get the glory. Can't just see the warning signs. 他是 Can make you feel in a hell if I wanted to. 谁一直在找我？是现在这个人，我就等于自投罗网了吗？可是要是不说的话，就解释不清了。快说呀！这最后一个证明你清白的机会，你若是把握不住，你可别到最后怪我污蔑你。金夏，你怎么了？赶快说呀！校长，这件事情不能说，但是你要相信我，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哟，这还开始装可怜了，这楚楚可怜的样子，我看了都好心疼呢。难怪啊，能在男人堆里吃的那么开呢。恶心死了！哪有老师是他这副样子？帝都幼儿园的学生非富即贵，他想尽办法来这个学校当老师，难道是想傍上学生家长，飞上枝头当凤凰？赶紧把他给我赶出去！这种人怎么配给我孩子当老师？小虎，没事吧？你居然护着他！怎么，你还有一腿吗你？我就说我老公最近怎么突然就送我儿子上学了，感情全是被你这个小骚货给勾引出怀了。你自己没本事，还勾引别人家的老公，你要不要脸啊你？勾引你老公？我昨天刚来幼儿园报道，我见都没见过他一面，我怎么勾引他？咱俩全凭一张嘴，你平时就是这么教育自己孩子的吗？说不定你早就看上我老公想勾引他了呢。像你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谁知道你们下一道什么程度？勾引我老公，还是想交换我家药主？你这个爱钱多的是想毁了我们全家吧？你，我今天要打死你，就不要让你小心了！打死你！走开！各位家长，这里是学校，不是你们闹事的地方。要是再动手的话，我就叫保安了。校长，你从一开始就护着他，难道你是他的恩客？这一条，有什么事情你冲我来，这些事情与校长无关。哟，
这就互伤了，还敢说没关系？谁信呀？就是，帝都幼儿园是多少老师挤破头都挤不进来的。这么不公允校长，他怎么可能进得来？夏老师清清白白的，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呢？校长，这可真怪不了我们呀，是金夏，他太骄傲，跟他沾上边的人都会惹得一身霉。除非你把他开除了，让他滚，否则我们是不会上罢甘休的。你不要忘了，他还是实验孩子的老师，你这样做就不怕得罪实验吗？师爷对他好，那是因为师爷还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校长，你说叶哥哥要是知道你们学校找了这么一个私德败坏、淫秽不堪的女人给小少爷当老师呀，你说他是会感谢你呢，还是会好好给你算算账？金夏，要是现在还不能证明自己清白的话，我就只有开除你，校长，如果被开除的话，是要在履历上留下污点的。那么夏，你们这么厚脸皮啊？校长都说把你开除了，你听不懂吗？就是，赶紧滚！幼儿园这么纯洁的地方，容不下你这个肮脏的女人。没错，我们孩子绝对不能被这种女人带坏了。滚！赶紧滚！给我滚！用不着你们赶，自己会走。你们这样家长的孩子，不谢你。谁让你走了？这一天，你还想怎样？你这个勋章应该是帝都幼儿园的荣誉勋章吧？这个勋章可是帝都幼儿园的脸面啊！你都干出这种下等的事情，还有脸带着他继续招摇吗？还给我。真是个臭婊子！你是不是想把全天下所有的男人都勾引个遍才满意啊？你不是想勾引人吗？好啊，你干脆一件都别穿了！你们干什么？放开！你乱动什么呀？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一丝不挂，才能帮你勾引更多的男人上你。你究竟想干什么？我呀，我想把你还有这些照片、视频，不过你传到网上，招来更多的客人啊！来，笑一个，我婆。求求你放过我！这么打也没有用，我告诉你，今天我就要让你信，你跟我沈一婷作对的下场。我头干净。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叶哥哥，老师不哭，我来保护老师。谢谢你。金老师，我带你去换件衣服。叶哥哥，金夏这个女人，表面上是什么儿童心理师，实际上就是一个想靠身体攀附权贵的新精灵。你可千万别被她骗了。金老师，他说的是真的吗？是，如果我说不是真的，你会信吗？我会信，会信。天哪，啊，什么情况？师爷，你可别被他给蒙骗了。金夏他可不单纯，像他这种人，怎么配给小少爷这种天之骄子当老师呀？是啊，师爷，我可以作证，他今天还在光天化日之下勾引我老公呢，我们大家可都看得清清楚楚啊！是呀，小少爷是多么金贵，怎么能被这种千人睡万人压的女人给教坏呢？你们倒是对我的孩子挺上心的。这可是您的孩子，我们的孩子能和您的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那是我们的荣幸呀。要是您能看在我们给小少爷铲除一个祸害的份上，再提携我们一把，那就再好不过了。确实该提醒一把。那可真是太好了，师爷，王爱颖她是王氏集团的，然后她最近准备和什么集团合作呢？哎，师爷，帮小少爷铲除这个祸害，我也有一份功劳。我是做李氏水产的，看您能不能帮忙拉一把。你们能说会道的，没有证据就能随便给人定罪，简直比海城的首席法官还厉害。有如此的通天本领，看来小小的海城容不下你。师爷，您的意思是？我会给你们准备好出国的机票，这次出去不用再回来。当然，你们也回不来。师爷，这事不能全怪我们呀！是他非要说金老师和男人乱搞的，我们就是看见他随便说了两句而已啊！师爷，叶哥哥，你和他才见了2次面，你就这么相信他吗？我只相信证据。我有证据。要是师爷看到照片，知道我就是那天晚上的你，一定会杀了我的。金夏，刚才叶哥哥替你出头，是不是很爽啊？不过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他要是看了照片，知道他相信的人是如此的下贱，他会怎么对你？水婷，水婷，我会离开，是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们面前。求你了，你不要把照片给谁。叶哥哥，你听到了吗？他说啊，让我不要给你看照片儿，宁可求我都不想给你看照片儿，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他表面的认真负责都是装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贪图享乐、淫秽下贱的外围女。他说的都是真的。你接近我和然然，真的是另有所图。被误会也比被杀了。是，我知道自己不堪，我会辞职离开海城的。求你，可以放我一马。叶哥哥，你听到了吗？他自己都承认了。为了不让我看照片，竟然如此羞辱自己，才要看看你究竟有多贱不。
金老师，这照片上的人是你？叶哥哥，这种和野男人乱搞、人非不看的女人，居然还想接近我们然然做然然的老师，你可千万不要轻易放。啊！沈一婷，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什么时候我的事情轮得到你来管？叶哥哥，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和然然啊？为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以后认清楚你的身份，就算你爸了，也得规规矩矩叫我一声石爷。你有什么资格叫哥哥呀？别石爷，那照片你也看了，你想的哪来的照片啊？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要是以后再让我听到今天的只言片语，别怪我石爷不给你葫芦。是金老师，一起吃个饭。季夏，这究竟怎么回事啊？你跟石爷这是……校长，我是被人杀了，我被小偷人帮我什么？这石爷刚才明明还帮他出头呢，这怎么扯到收尸上去了？会是宋中九哥？那天晚上的人是你。金老师，真让我好找啊！能找好玩是吗？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敢动你了，金老师？师爷，那天的事情都是个误会，我是被人下药神志不清才把你给……你要是不信的话，我给你发誓，我会把那件事情都忘了，我以后再也不会提了。你放我一马，好不好？那天晚上的感觉和6年前那么像。如果那天晚上的人是他，那然然的母亲该不会……金夏，你是不是有一个孩子？爷爷怎么知道我有一个6岁的孩子？和然然一样的，难道真的是我苦苦寻找了6年的人，是然然的母亲？那你的孩子呢？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在他出生的时候就死了。那不会有这么巧的事。看他的样子，应该很爱他的孩子吧。要是然然的母亲能像他一样，或许就不会病得那么严重了。秦老师，我希望那天晚上的事情也能烂在肚子里。秦老师，金夏，酒量这么差，还喝酒。
闭嘴！还没唱完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给大家送上一首《死了都人嘛，告诉 S 都是要死的，对吧？我就是认错了一个男人，做错什么了我？师爷，这是喝醉了耍酒疯的，别管他。哎呀，小哥别走嘛，我还没唱完呢。死了！完了，那天晚上还不够吗？还要再对我耍次流氓？他就是……对不起嘛，我不是故意的，你原谅我好不好？大不了你再睡会儿。你干什么呀？我不是把你给睡了吗？你还不跑啊？这下，你个女孩子怎么能说出这种不知廉耻的话呀？你不要杀我！你们要把我出去扒皮，我生两句遗言怎么了？我什么时候说要把你扒皮抽筋了呀？说，你原谅我了啊？最好了。喂，走，回家。我自己来。哎呀，哎呀，都知道师爷不近女色，这次终于有人把他拉下神。会吧？他不是宋有泽，他怎么会在我房间呢？巴巴里奥，我怎么看上巴巴里奇了呢？不是宋有泽，那我昨天晚上还和他那么激烈，不行，我流嘴我也说不清了。柚子，你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呀？我现在叫石业，不叫宋佑泽。人家算命大师说了，你之前总生病，那是小鬼缠身，要有个大气的名字镇住，你的病才能好。宋佑泽，你看你现在病奶奶，你喜欢就好。哦，对了，你昨晚见了你妻子，感觉怎么样？你说叶金夏，当时我娶她的时候就没经过我的同意，
而且这4年我一直病着，从来没碰过你，算不上什么福气。况且然然还病着，我也没找到然然的妈妈，没兴趣找他们。石业，就那不负责任、抛弃然然的女人，找她6年了，还不够吗？她是你的妻子，你们婚也结了，证也领了，那就跟他离婚。师爷，会议还有半会儿就要开始了。叶姐的事儿我自有分寸，我这儿还有事儿，先不说了。谁也是孩子，今夏等了他4年，一句怨言都没有。这么好的姑娘都不珍惜，早晚有后悔的时候。要不是因为88年一坊街水管爆炸，换了88年真就惹上了叶家这个麻烦。你刚刚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人？没有啊。难道是昨天晚上又梦到6年前那个女人啊？女人的头发一定是酒店没有打扫干净，我现在就跟他们理论理论。哎，算了，师爷，您向来不近女色，可能不懂，这可是酒店啊！上一个睡在这床上的人不知道干了什么龌龊的事情，说不定啊，这床上还有你。够了！不是师爷，哦，昨天晚上在床上那啥的，该不会是您吧？应该不是错。不过昨天晚上的感觉怎么和6年前那个女人那么像？难道真的是她出现？有找到昨天晚上那个女人，倒是要看看抛弃然然，敢屡次3番戏耍我实业的人，究竟是什么人？是。那师爷，您下午还去地头幼儿园见新来的儿童心理师吗？小少爷的自闭症越来越严重了。给然然选老师的事儿不能马虎，下午我亲自去学校接他。爸。不知道生命的最终目标。把我弄得那么难受，自己睡得倒是挺舒服的。等你醒了，我再好好跟你算账。可知道你出现让我微笑，把我心融化掉，爱都太美妙。还没闹够啊？为什么？为什么不要？我已经够努力了。我做错什么了？为什么？谁不要你了？我帮你报仇好不好？好了，别困了。你可是个大傻子，讨厌。
孙子，我怎么在食物家？什么都不记得了。老师，你喜欢我爸爸吗？然然，我跟你解释啊，老师他刚才就是我身体不舒服，然后我就晕倒了。你爸爸就是帮了我一下，我们清清白白，什么都没有发生啊。然然，你放心，我是不会当你后妈的，绝对不会有任何人把爸爸从然然身边夺走。老师可以当我后妈呀。还好没有被师爷听到，不然肯定又觉得我对他图谋不轨。如果可以去父留子，我倒是很愿意当然然的妈妈。然然，老师很感谢你喜欢我，我也很喜欢然然，但是我不能当你妈妈。不过，老师可以发誓，我可以一直陪着你长大，做你最好的朋友。今天晚上的事情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你谁也不要告诉我，好不好？改正。好了，时间不早了，老师先回去了。然然，我们明天学校见。老师生病了，老师别走。可是，就照然然说的办。师爷，我是然然的老师，这老师住在学生家里，不合适吧？没想到金老师还挺有职业操守的。那老师是学生家长，我就知道不可能就算了。师爷说的对，老师照顾学生那是天经地义，对吧？我先去火炭睡觉。最后，请软件远程控制器放进沉船里。我的孩子还活着，会不会有人陪着他，给他讲故事？妈妈。晚安，小宝贝。妈妈。可算是能睡觉。好像是师爷房间传来的，会出什么事吧？师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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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师爷，师爷，你这症状难道是哮喘？我给你打120。拿过来。
다가서면 멀어지는 날 왠지 다를 것 같지만 우리 꼭 닮은 것 같아 谁也有效果。 잊고 있던 宋佑泽当年也是因为孝产进的重症监护室，失业和孝泽生了同一种病。 那个姐，你要是没事，我让你先走。要不然小的睡觉还要陪大的，这老师也太不容易当了。爸爸，起床了。金老师，是，我没对你。然然，你别误会。我知道昨天晚上没发生什么，但是我就很好奇啊，你怎么知道哮喘病程？不瞒您说，我丈夫他也有哮喘，所以多少知道了。丈夫，你结婚了？对，您不知道吗？你丈夫叫什么名字？他叫小叶，周末奶奶寿宴，把你老婆请回来怎么样？哎呀，之前呢你在国外看病，想见一面也见不着。现在既然你回来了，那就见一面吧。奶奶，没这个必要吧？我迟早得跟他离婚。离婚？不是一直传言说实业是单身吗？他什么时候有老婆了？小叶，你都没见过他，你怎么知道你不喜欢他呢？叶小姐长得漂亮，一定喜欢。我这就派人去给叶小姐送礼。我怎么听到有女人的声音？小叶，你身边有女人了？身边有女人了？没有。你胡说，我都听见了。奶奶，叶家的事情随你，我还有事儿，我先挂了啊。喂，不行，我得去看看，是哪个狐狸精把这狐媚招数用到我们石家头上了。金老师，这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昨天晚上在我房间里过夜吗？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的。冉冉，周末去参加奶奶的寿宴，你有时间的话，让金老师帮你选一选礼服。金老师，我们一起去吧。然然，这是你家的家宴，老师不能去。老师不去，我不去。然然，就听冉冉的吧。我金老师一起去。张三，准备一张请帖给金老师。是，我这就吩咐人去办。是呀。叶金夏，你死哪儿去了？现在马上给我滚回来！我已经离开那个家了，回不回去与你无关。我是你老子，谁给你的胆子敢这么跟我说话？你听好了，你奶奶可该交医药费，回来你自己看着吧。是，我家里有事，
我得回去一趟。家里有事，难道是她丈夫？看来她和她丈夫的关系也不是很好嘛。怎么，金老师和她丈夫关系不好？师爷一副很开心的样子。错觉，一定是错觉。小叶，放着这么好的老婆不要，非得在外面找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你绝不能让小叶误入歧途。奶奶，您怎么来了？你还说？当然是来看看是哪个小狐狸精勾搭你，自己有个媳妇儿忘了？站住！又出去和野男人鬼混了？我可警告你，你在外面乱搞，让宋永泽知道了，牵连到我们叶家，我可饶不了你。叶先生，你怕不是忘了吧？我已经不姓叶了，我姓金。既然我都不是叶家，又怎么会牵连叶家？你，叶金夏，你说话未免也太难听了吧？好歹我们也养了你一场，我们是在关心你。关心我？你们要是关心我，怎么会在我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就把他带走，让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上？你还记挂着那个野种？你连孩子他爹是谁都不知道，就把孩子生下来了。我宋永泽怎么想？孩子的一条命，在你们眼里，还抵不过一个素未谋面之人的想法。说白了，我在你们眼里，不过是维系宋家关系的工具吧。既然是这样，就别在我面前上演什么母慈子孝的戏了，我看了恶心。真是个逆子！可你真的是反了！今天要好好教训你！你出去丢我叶家的人！来！看谁敢动夏家！看谁敢动夏家！妈！哎呀妈！是叶惊夏，他太不懂规矩了。红雨只是在教育他而已。夏夏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夏夏，谁敢欺负你，你告诉奶奶，奶奶保护你。奶奶，别放心，没人欺负。叶惊夏，你就别在这假惺惺。你要是真的关心奶奶的话，又怎么会这么久不回家，让她担心你呢？奶奶，您别生气，石家已经邀请我参加石老夫人的寿宴，到时候说不定还能给您领一个孙女婿回来，替您开心呢。歪歪，你刚才说什么？你说石家邀请你参加石老夫人的寿宴？石家是那个石爷的石家？没错，就是那个全球首富石家。歪歪，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
石家打电话来说的清清楚楚，邀请叶家。这叶家的小姐除了我，还能有谁？那就没错了。你爸爸我在商界混了那么多年，都没跟石家攀上关系。你看你这，不愧是我们的好女儿。婉婉，你跟石爷是那个关系妈，这八字还没一撇呢，我们只是朋友。一撇，我看姨那都呼之欲出了。我们女儿就是有福之人，不像某些人啊，这辈子只配嫁给一个半死不活的病秧子。喂，在哪儿？在家。我在你家楼下。哎，你干什么？我马上到。谁让你走的？你给我站住！ 전하지 못해서 한 번 더 널 사랑해 난 깊은 마음에서 너 怎么了？家里人的事，就不麻烦您操心了。家里事？难道是她那个丈夫？连自己妻子都打，真不是个东西。 您来是主意是吗？然然一直吵吵着要见你，他不见你就不睡觉。他这个年纪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怎么能不好好睡觉呢？走，我给你去看看。嗯。这是。 那可是世界限量款的顶级豪车，能拥有这种车的人非富即贵。叶金夏怎么会认识这种人？我就说这个不孝，你怎么3天2头不回家呢？原来这是傍上大款了。这一个结了婚的女人，行为还这么放荡，简直是辱没我叶家的名声。这要是让宋有泽知道了怎么办呀？妈，你别担心。 宋家再大也大不过石家，等我搞定了石爷，这海事我们叶家还不横着走呀？嗯，也是。哼。婉婉，你跟石爷是那个关系？妈，这八字还没一撇呢，我们现在还只是朋友。 师爷，您认识一个姓叶的女人吗？他知道我现在的老婆是叶金夏了。金老师，我不太喜欢别人窥探我的私事。一提起姓叶的，反应这么大，看来他真的和叶金没有关系。抱歉啊，是我冒昧了。金老师。 你是不是和你丈夫的关系不太好？师爷，这好像也是我的私事吧？肥的你！金老师，你怎么来了？ 不是然然说见不到我睡不着觉吗？不是啊，小少爷像往常一样早早就睡了。话怎么这么多？师爷，你骗我！我要是不这么说的话，你会的。这是。 明天晚上是奶奶的寿宴，金老师不会打算就穿成这样去吧？
我可不想我儿子的老师在寿宴上出丑，试试看合不合适？谢谢师爷。哎，师爷，腰带还在桌子上。我给他送过去。这个金老师不一般。没想到师爷看起来冷，实际上其实是个很温柔的人。师爷的妻子。孩子睡着了。师爷，你裤子里的手机顶到了。师爷，他的手机怎么在那里？那刚才顶到我的硬东西，该不会是……真硬！我在想些什么呀？把腰带拿去吧。腰带。你在干什么？你不是跟我说腰带吗？我说的是你裙子上的腰带。这是细的，我以为我帮你再系上。哎呀，好了好了，自己来。你衣服没什么问题，我找人送你回家吧。他的做些什么呀？是他不会觉得我是个女色狼吧？我刚才其实有一些期待。别惊吓，别想，是他是有妻子的，你有丈夫，你注定是不可能。别怕，吹。这么晚回来，果然是亲生父母不知道是谁的下贱。他手中好像是 SY 的限定礼服，看来这个贱人傍上的大款来头不小，这么高档的礼服，随随便便就给了他了。看他疲惫的样子，怕是为了哄公主省不少花样，上不了台面的下贱东西。明天参加石家老太太寿宴的又不是他，他穿那么好看的礼服干什么？殿下，我才是叶家尊敬，你们打我凭什么比我穿的更好？老妈，我昨天拿回来那件礼服，你帮我熨一下，
我今天参加宴会要用。大小姐，那件礼服内定礼服它，那件礼服怎么了？那件礼服对静婉小姐吗？你没说那个礼服是我的吗？说了，但是静婉小姐说，只要是她看上的东西，就是她的，全走了。这件裙子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叶金夏那个贱人，配穿这么好的衣服，穿上了它，史老夫人的宴会上，我一定能够惊艳全场。叶今晚，把裙子给我脱下来！这里是叶家，我看上的东西就是我的。我说了，给我脱下来！叶金夏，过去这么多年，你吃我爸妈，用我爸妈，我拿你一件裙子怎么了？你个假货，早已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这件裙子穿上了也是暴殄天物。叶静婉，我早就不欠叶家什么，不要以为我还会像之前一样一直忍着。要逼我才是真正的叶家，不是你一个来路不明的下贱东西。别说是一件裙子，我就是弄死你，又能拿我怎么？叶金夏，你干什么？不脱，我帮你。叶金夏，你放开我！王妈，怎么回事？回来，是静婉小姐拿了金夏小姐的礼服，金夏小姐这才来。狼心狗肺的东西！我们养了她这么多年，现在婉婉就是看上她一条裙子，她竟然敢动手！你给我开门！我警告你啊，你要敢伤害婉婉，你的头发我饶不了你！开门！你让开！你这个孽障，怎么敢？杨夫人，你发什么疯呀？问他，说好了昨天去见宋有泽，结果没去。宋老夫人刚把电话打到我这里，谁担当得起？你说，今天晚上把哪个野男穿上出来？叶红雨，就算夏夏和你没有血缘关系，那是你养大的，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的女儿呢？我爸也没有说错啊，他以前就私生活不检点，6年前跟野男人上床，还烤大了肚子，生了个死胎，还有什么是他干不出来的？本想着6年前的事情你已经知道回家，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你还是狗改不了吃屎，不知检点，你简直啊，就是我们叶家的耻辱。所以，你就在王庭里给我下药。妈，就算我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我自伟这些年没有亏待过你们吧？你就这么糟践我？什么下药？你们对夏夏做了什么？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是你自己不知廉耻，野蛮人乱搞，还把责任推到我们头上。我跟你妈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多年，你就是这么报答我们蒋玉芝？养育之恩，从我12岁你们找到叶静婉开始，就再也没有给过我，没有给过1分钱。我上学的学费、生活费，全部都是我自己一点一点挣来的。一句养育之恩，就要我替叶静婉嫁给宋玉泽。你们一句养育之恩，就要对我下药，让我和宋玉泽发生关系。你们打着养育之恩的旗号，一次次逼我就范，你们心里到底有没有把我当做是你们的女儿？夏夏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哎呀，孩子养大了，都该指着爸妈的鼻子骂了，我的命好苦啊！
用了今晚，养大了你，还养出了一个白眼狼，我不还啊！可是，给我站住！谁让你走的？出了趟国，当了个什么儿童心理师，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我女儿是大明星，你比得了吗？我还告诉你，有你一天，我一辈子都是你老子。要你还是叶，你就得听你老子的。那我就不信叶了。反正你们也从来没有把我当做是你们的女儿。叶经不起，用不起。从今以后就是惊吓。我操！你敢！夏夏，反了他！养的这么个东西！也不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什么下三滥，生出这样的。月这基因啊，果然是改不了。还好我们亲生女儿是今晚，不是这个下贱种。喂，你好，我是帝都幼儿园的校长，请问你是金夏老师吗？我是。太好了，金夏老师，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您从国外给看回来了。我们这儿有个叫石欣然的小孩，问题非常棘手，我约了石欣然的家长来学校，请问您什么时候能来学校报道呀？我现在就过去。好。石欣然。那个小朋友姓石，也姓石，不会这么巧吧？我警告过你，不许上来这玩！我只想拿回我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你凭什么打我？你的东西，你是我们报仇的孩子，你以为你是谁啊？在这个家里，没有一样东西属于你的。妈，疼！没事，宝贝女儿，有妈妈在。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叶金夏，给静婉道歉，是他有错在先，他抢走了我的裙子，凭什么要我道歉？就为了一件破礼服，你就这样对你妹妹吗？好歹我们也养了你18年，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我让你良心狗肺，让你欺负静婉。叶静夏，你顶替静婉这么多年，怎么配比静婉过得好？夏夏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爸爸妈妈会永远爱夏夏的。爸妈，我也曾经是你们的女儿啊！喂，然然，怎么了？老师，宴会马上开始了，你到了吗？小三叔叔在门口接你呢。好，我马上过去。凭什么不能进去？我可是明星，还是师爷亲自邀请来的。这位小姐，这句话今天我已经听了上百次了，好几个超一线的明星都挤破头想进去露个脸，更别说一个没听过什么名号的小明星了。还是那句话，没有邀请函不能放下。我可是叶家千金，师爷的贵客，得罪了我，你担待得起吗？叶家大小姐，夫人让我在门口接着石爷的夫人叶金夏，可是这个女人长得和叶小姐不像，果然是孟二货。管你叶家还是什么家，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没有邀请函照样不能进。你。金老师，您可算来了，小少爷一直嘟囔着要见您呢。
怎么是他？小姐姐，一个来路不明的假千金，也敢来这种，真是丢人现眼。你不丢人，那你进去。我可是石爷亲自邀请来的，我等他亲自来接我。倒是你呀，该不会是听说了我要来参加石老夫人的寿宴，就眼巴巴的跟来？你以为这次宴会是你这种来路不明的野种人参加的？金老师来，还需要什么邀请？里边请。我先进去，你慢慢的。不让进吗？我才是叶家的真千金，还你个来路不明的假货！凭什么他能进去，我不行？叶剑夏，你个贱人！别以为靠着讨好你的接触，拿了几条养血汗就了不起了，和你身上流着的血一样脏透了。到时候你的金主厌倦你了，别顾着求我叶家收留你。保安大哥，他和我是一起的，这是邀请函。现在我们可以见了吗？你为什么帮我？我只是看不得那些上不了台面的女人活得那么得意罢了。你要找的人去那边。倒是要看看，到底是哪个金主包养的？你们快了，宴会就要开场了，叶小姐怎么还没来？圆圆，老师。哎呀，好想你啊！我也是呀。哇，你今天真的好帅啊！我送你的裙子呢？我送你的裙子呢？我自己不小心弄坏了。秦老师，你知不知道你撒谎的时候手会拧麻花？是我家里人弄坏的，对不起啊，师爷，是我没有保管好那条裙子，我会照价赔偿给您的。家里人除了她那个丈夫，还能有谁？赔偿倒不必了，不过自己没本事还善妒的呢，可不是什么良配。这是我给石老夫人准备的礼物，一点小小的心意，您帮我交给她吧。要不我们一起去吧，你亲自把这个礼物交给奶奶。不用了，石老夫人今天肯定很忙，我就不凑热闹。什么事儿？奶奶，这是然然的老师送给你的贺寿礼。叶小姐来了吗？老夫人，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在门口接叶小姐，可是我等到现在也没有看见她。这个叶小姐会不会没有来呀？不应该呀，我已经给叶家发了邀请，叶家明明说叶金夏会来，难道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奶奶，这个。奶，你不打开看看？老太太，我什么样的东西没见过，有什么可看的？倒是你
今天好不容易见到你了，那就说说你妻子叶金夏的事情吧。奶奶，您这是要坚持让我继续这段婚姻吗？当然，当年让你们两个结婚，你的病就好了，这就说明他的八字旺你。万一一离婚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再说了，人家姑娘毕竟守了你4年了，女孩子青春宝贵，你总得对人家负责吧？要是一直不见，这件事就没完没了了。不见了面，直截了当。再见一面吧。好啊，太好了！奶奶这里呀，还放着你们的结婚证，这么好的姑娘可不多见，你见了呀，一定喜欢。师爷，不好了，小少爷出事啊！哎，多漂亮的姑娘啊！小叶见了一定会喜欢的。麻烦问一下，哪里能见到师爷？你是什么人？还想见师爷？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吧！我好像见过他，他们就是那个什么18线小明星。就算是1线天后来了，师爷都不会放在眼里的，更何况是个18线小明星，还想认识师爷？镜子没有，尿总有吧？也不照照自己是个什么德行，还敢妄想师爷？你们给我等着，等有朝一日我当上石太太，看我怎么收拾你这群贱人！对不起，来的小屁孩，你知不知道我这件裙子多少钱？弄脏了赔得起吗？然然，然然，快起来，有没有摔到？叶金夏，我说我怎么没有看到？原来是去给有钱人家的孩子当小妈了。叶静雯，你脑子里除了这些吓死东西，还有点别的吗？然然，别生疼了，你去把衣服换了。弄脏我的衣服还想走？这孩子还真是跟你一样走。你的裙子我赔给你就是，放开。赔给你？我这件裙子可是全球顶奢品，好伦利亚全球限定，价值80，你赔得起？80万？没错，80。像你这种月工资几千块钱的小老师，是不吃不喝一辈子都赔不起。你拿什么赔？我会想办法赔给你。你能想什么办法？你该不会又想联系你的金主现身了吧？这可是80万。我先不说你的金主有没有那么多钱，就算是有，也未必想给你这样的便宜货。太过分了，叶静雯！我可是明星，未来的影后，本来就要比你这种普通人高。像你这种小老师，累不累活成那点小钱，都不够我喝杯咖啡。我就算是过分了，你又能拿我怎么样？你到底想干什么？不过是想让你赔钱而已。我80万，就算是让人把你，你也拿不到这么多钱吧？要不我发给慈悲，你当着大家的面给我跪下，跟我想我就原谅你。做梦！叶静雯，既然我说了我会赔给你，我就一定会赔的。别的事情不需要你操心。然然，我们走。今天你要么赔钱给我，要么就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磕头道歉。否则你别想走出这个门。叶静雯，这里不是叶家，没有爸妈替你撑腰，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别拦我。
没有吧？我也是叶家唯一的妻子，是万正国的嫡妻。像你这种低贱的小老师，只有跪着跟我说话的份。我今天就是要让你知道，永远高明。这里是石老夫人的生日宴，你在这里闹事就不怕石爷找你麻烦吗？我可是石爷亲自邀请来的，说不定他早就对我有意思。就算他来了，也只会向着我。反倒是你，一个上赶着给金主的孩子当小妈的贱货，怎么配跟我出席同一场？我也欺负金老师。叶姐姐还真是会讨好人，竟然能讨好的金主的孩子为你出头。既然你不反对，就让这个小贱货替你跪吧。叶静涵，你知道他是谁的孩子吗？不就是你金主的侄子？我马上就要成为石夫人了，难道还不怕他不成？静涵，5年前我能弄死你肚子里面那个小女主，今天我就能弄死他。我就是要毁掉这个世界上所有在乎的东西。叶静，你到底想干什么？住手！谁敢动他？师爷，我是叶家受邀来给石老夫人过寿的，在这里见到您，真是太荣幸了。你是叶家的？师爷跟我说话了，传言师爷对不喜欢的人向来都是爱答不理，看来他是真的对我有意思。对，我就是叶家唯一的千金。他就是叶结家，奶奶真是老了，竟然能看上这种货色，简直就是不堪入目。这是怎么回事？是呀，都是这个小兔崽子说今夏这个贱人的挑唆，往我裙子上面抹蛋糕。你看我的裙子都被弄成什么样子了？是吗？像他们这种心思肮脏的人，怎么配参加石老夫人的寿宴呀？真是给他们石老夫人丢人了。那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他？当然是把他们赶出去。全海市的人都知道今夏这个贱人，还有这个小野种的真实面目。真是蠢！叶结夏，看到了吧？我不仅是叶家的真千金，现在就连石爷都对我倾慕不已。从今往后，我就是整个海市最尊贵的女人。过来。爸爸，他推我。爸爸，师爷，他是您儿子啊？没错，他就是你口中那个小野种，我的儿子。你刚才说要怎么处置他来着？师爷，不是这样的，不是他，是陛下这个贱人，是他用手段让我误会了小少爷。老师才没有呢，你向老师道歉。老师，你是小少爷的老师。是我刚才劝你，你没听。道歉。原谅小少爷，都是姐姐不好，姐姐给你道歉，你能原谅姐姐吗？我没有这么老的姐姐。小少爷，然然说的话没听见吗？我的书，师爷，师爷，我不是故意的，师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然然，没吓到你吧？对不起啊，都怪我，
让他差点伤害到我。我没事，不怪老师。既然你是然然的老师，你就应该看好然然，做好一个老师该做的事。是我没有照顾好然然，他生气是应该的，只是为什么会这么难受？不谦让成了个理所应当，怎么样落一个200句。看来石爷也没有那么在乎今夏。我猜的没错，像今夏这种无权无势的下等人，在石爷眼里不过是一个玩物罢了，新鲜劲过了就扔了，根本就上不了台面。这么好看的妞，竟然都上不了台面。堂哥真是不懂得怜香惜玉。你堂哥不用了，你既然喜欢的话，拿去玩玩吧。我也想，这毕竟是我堂哥的女人。哼，你怕什么呀？刚才你也看了石爷对他的态度，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小学老师而已，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不会，你连这点胆子都没有了？石爷玩剩下，你都不敢碰了。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今天我就把它拿下来。石爷带然然去换衣服，我给他拿点吃。哎，小姐，你好。我呢是石爷的堂弟，石爷有点事情，先帮我帮忙。好，麻烦了，我刚好想跟石爷道个歉。刚才那个女人说她自己是叶家人，你派人去查一下。是。石爷在卫生间。你干什么？今天来了那么多女人，只有金老师让我眼前一亮。我还从一个老师竟然已经非常起劲。金老师生气的时候样子更美，我就喜欢凶凶的老师，有个性，刺激，简直无耻！啊，老师，都给我好好玩玩，一定会乖的啊！我是他的老师，石爷如果知道你的这个，他不会放过你的。石爷找你麻烦吗？老师，你别吓我了啊！刚才我都已经看到了，我哥的眼里根本就没有，你只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老师而已。或者你觉得对我哥来说，是你这个外人重要，还是我这个弟弟？老师，别难过，我比我堂哥更懂得心疼女人，你多陪陪我，我不会亏待你的。嗯？
理你了啊！你还是省点力气，好好伺候老君吧。哥，虽然你敢跑，这不就是一个幼儿园老师吗？哥哥，你干嘛？你别这样！不是我，是他勾引我的，这跟我没关系啊！是哪只手先碰着他？不是哥，干你别事，你看在今天奶奶过寿的份上，你先让我以后再不放你这个女人了，行吗？这回再换主意，是哪只手？第一次你站在我面前保护我，师爷，今天的事情是我疏忽大意，是我没有照顾好人。今天的事儿不是你的错。可是我刚才看您生气了，我以为您是因为这件事情生气。生气是因为你让我调查女人有份的。真是的，真不知道他是用什么办法瞒过奶奶，竟然让奶奶认这么一个自私丑恶、最龌龊的女人当孙媳妇。孙媳妇？她是在说自己老婆吗？绝不容忍这种人继续待在世上。正好谈好我们的见面，这次必须跟他离婚。师爷要和他妻子离婚？我要是有师爷这样的底气，恐怕也早就和孙有泽提离婚了。喂，奶奶。哎呦，夏夏，奶奶算是联系上你了。奶奶今天不是邀请你了吗？怎么没有来呀？邀请我？我不知道啊，奶奶。您今天有什么事儿？你不知道？真是奇怪。明明让人通知叶家了。哎，算了，夏夏，你明天有没有时间和我们家小佑泽见一面？你看我们结婚成功了，也该见面认识认识了。好的，奶奶，我有时间可以和孙总见。好啊，那就这么定了。你们可要处好关系。老太太我呀，还指望你给佑泽添个女儿，儿女双全呢。添个女儿就是儿女双全，那他是和别的女人有儿子了？丈夫和别人有孩子了？不是师爷，您误会了。我听得清清楚楚。他和其他女人在外面生了野种，你都能忍？金老师，如果你现在过得不幸福，只要你开口，无论是谁，我都可以帮你离开他。没想到金夏老师这么年轻漂亮，我早就听说您在治疗自闭症方面颇有建树，有您在，我们幼儿园算是有救了。那石欣然小朋友是什么情况？您跟我具体说说。这孩子患有自闭症，1年多都没有说话了，性格孤僻，不愿意来上学。我找了很多儿童心理师，都拿他没有办法。明天就开学了，他要是再不愿意来上学，那可就要错过办理入学手续的时间了。
这个孩子怎么看起来这么亲切？石爷，这也是这孩子基础的另外一个原因。石爷呢，可是我们海城的首富，如果能搞定这个孩子的话，那我们幼儿园就能够再上一个档次。相反，如果搞不定的话，那然然的妈妈呢？静夏老师果然是刚刚回国，对我们海城的情况还不太了解。您听说过我们海城最大的危险之谜吗？那就是石爷孩子的妈妈。然然的妈妈？对，听说然然的妈妈在6年前生下然然之后，就抛下孩子，消失得无影无踪。6年了，连见孩子一面都不肯。石爷单身到现在，就是为了找孩子的妈。这孩子这么可爱，他的亲生母亲怎么舍得抛下他？校长，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太好了，石爷马上就到，到时候我好好介绍他认识你。明天就是开学典礼了，如果我能够说服然然来上学，石爷放心，我已经派人去酒店找那个女人了，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了。和叶静夏离婚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我帮您找了海城最好的离婚律师，只要能联系到叶小姐，就能帮您在第一时间离婚。我一定会努力的，不辜负您的期望。喂，叶静夏吗？是我，您是？我是孙佑泽，你名义上的丈夫。既然我们的婚姻有名无实，找个时间把婚离了。石爷已经闹过多了，我不能再因为我让他惹上宋先生的麻烦。不给您添麻烦了，我先走。他的婚姻明明就不幸福，坚持下去还有什么意义？石爷，这你就不懂了。女人和男人不一样，一个女人要离开家庭，她要割舍东西太多了。金老师本来就是一个认真负责任的女人，想要离开家庭更不可能。那种男人本来就不配拥有他这样的女人。师爷，您怎么最近一直盯着金老师发呆呀？你该不会是……怎么可能？我只是……要是她是我的妻子，我一定会好好珍惜她。你这个孽障，我今天不打死你！红玉，你敢打他，我就跟你拼命！妈，你怎么还护着他呢？他在石老夫人的宴会上捣乱，为了师爷的儿子得罪了师爷，那是权力滔天的师爷，这么做简直是把我们叶家往死路上推！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呀？让我招惹上这么一个小百姓！我得罪石爷？别看静婉，你得罪了石爷，还不让静婉说吗？那今晚究竟是谁在宴会上推了然然，得罪了石爷？我是吗？都怪叶静夏那个贱人，明明知道他是师爷的儿子，还不告诉我，他们白白得罪了师爷。我爸妈知道我得罪了师爷，一定会生我气的。对，小姐，宴会宾客的名单上没有你，请问你是？
叫叶，不对，师爷找人打听我的名字，一定是想报复我，我绝对不能说出我的名字。我叫叶锦夏，反正我也告诉师爷的人我叫叶锦夏，只要他们看不见你，不知道我是谁。当然是你啊，叶锦夏，你自己做的事情，难道还想赖到我头上不成？我们去找师爷，究竟是谁在宴会上闹事？马上到什么时候？方月，你怎么能这么对夏夏？妈，我倒想问问，静婉才是叶家的血脉，才是叶家真正的千金大小姐，你不心疼自己的亲孙女，反倒对这个来路不明的野种这么袒护？哼，知子莫若父。静婉从小胆子就小，她怎么可能做出得罪师爷的事呢？反而是你，6年前就和野男人上床，生下的野种，到现在都不知道父亲是谁。你现在明明是宋有泽的妻子，却和别的男人贱，但不看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事你做不出来？知子莫若父，还真是了解我。这么说，也承认一直是你们从来都没有信过。是，我是得罪了他，我就是要使人迁怒叶子，好让你们得到应有的报应。好，好啊，你总算是承认了。现在就打死你，给师爷赔罪。最后则约了我明天见面。你说什么？最后则约了我明天见面，我答应。哎，打死我呀！我明天爽了宋有泽约得罪了宋家，到时候别再怪到我头上了。你这是让宋家要我？是啊，我还要感谢你们当初逼我嫁给宋有泽，好让我靠上宋家这么一棵大树。你这。妈，你刚才怎么没打死他？他明天要是真的见到宋有泽，攀上了宋家，岂不是永远压我们一头？不行，不允许！你干什么？你干什么？爸，来这儿。叶锦夏，跟了宋佑泽那种老男人，感觉怎么样？与其关心我，不如多关心你自己。师爷向来手段狠厉，睚眦必报。你瞒得了爸妈，瞒得了师爷吗？到时候他找到了，又该怎么报复？叶锦夏，看你还能忍多久？师爷，老夫人特意吩咐我要我帮你好好安排这次和叶小姐的见面。您看，您带哪个女人？随便。师爷，这可是见您的妻子，太随便不好。就红色那条。红色？这里面好像没有红色。那就黑色吧。师爷，这可是您和您夫人第一次见面，您就一点都不在意？这也不算是第一次见了。她那种人根本就不配我花时间认真对待她，甚至还不如金老师。师爷，您都没和叶锦夏接触过就谈离婚，
万一以后后悔，我只后悔没有早点跟他离婚。怎么还不来？哎，怎么这么像金老师？现在就是你说的金老师。师爷，我一提金老师你就紧张，你这么着急离婚，该不会是为了金老师吧？我倒是想来的人是她，可是叶金夏那种阴毒的女人，怎么配和金夏相比？到时候得想办法让叶金夏把名字改。金老师名字那么像，叫着别扭。师爷，这名字怎么能说改就改？只要给的多，就没有达不成的目的，改个名字而已。他想要钱还是要钱，给他就是。哎，先生，你老婆出车祸了，请你马上来一趟人民医院。什么？叶金夏出车祸了？怎么了？叶金夏出车祸了，怪不得他没有来。那么多家人不叫，偏偏叫我一个素未谋面的丈夫。叶金夏真是好手段。师爷，那您还去吗？去啊，要不然他死在医院，还不知道到时候叶家要怎么赖上。你就是患者的丈夫，然然爸爸。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是这样的，病人啊，在开车之前呢，服用是安眠药，在行驶过程中呢，他睡着了，导致这车子啊撞上了这防护栏。幸亏啊，他在这个最重要的关头啊清醒过来，提前跳了这车，要不然凶多吉少了。明知道要开车还吃安眠药，真是够蠢。病人在里边，一会儿你帮他换个药吧。别的不是换不就行，非得让我。金老师，金老师，怎么会是他？他出车祸，伤的严不严重啊？这才转变的也太快了吧！不严重，不严重。他大多啊都是擦伤，只有一点轻微的脑震荡。完了，住院多观察几天就好。出车祸的是金老师，你查一下到底怎么回事。是金老师，不是叶金夏吗？哪那么多废话？赶紧查！是，我这就去。对了，顺便通知叶金夏，今天的见面取消。是。你怎么回事？别说话，想好好休息。口渴了，要不要喝点水？刚才还蛮不在意的，这不挺关心你老婆的吗？是啊，你误会了，我们不是夫妻。他就这么着急跟我撇清关系？师爷果然是因为我会生气了，还好及时解释，应该不会有事的。抱歉啊，我刚才就在你手机上看到了这位先生的备注，是然然爸爸，我还以为啊是你家先生呢。不是，我先生。糟了，我出车祸没有赴约，宋子不会还在等我吧？叶先生，麻烦你帮我转告一下宋子，
以前出车祸，不能去服院。小叶，我听说你把和叶金夏的见面取消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奶奶，冉冉老师出车祸了。我听人说她已经结婚了，她出车祸自有她老公去照顾，跟你有什么关系？知道，宋有泽已经派人说了，今天见面取消。你知道？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不是着急着抱宋有泽的大腿吗？我怎么好意思相信他幻想？现在你该知道了，他根本就没把你当回事儿。叶何宇知道我出车祸，竟然毫不关心。都已经这样，我到底还在奢望什么呀？真是可惜。妻子出车祸了，毫不关心，这样的男人留着还有什么用？小叶，你在说什么呢？奶奶，想见他什么时候都可以见，不急于这一时。奶奶，我还有事儿，先不说了啊。躺好休息。师爷，今天麻烦你，时间也不早了，你别把冉冉一个人丢在家里，你先回去吧。家里有人照顾他，他不是一个人，你才是一个人。我已经习惯一个人了。金老师，我就不明白了，他明明不关心你，这种事你为什么要维持下去？这种婚姻你为什么要维持下去？对不起，太激动了。我只是看到你丈夫这种态度，让我联想起了冉冉的妈妈，毫无责任感。她师爷，我知道你是在关心。车祸的事儿，你有头绪吗？大概能想到是谁？我已经派张三去调查你，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谢谢。是。不用客气，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冉冉。先好好休息吧，等查到了我再告诉你。能嫁给师爷的女人，应该很幸福吧？可惜这个人不可能是我。老师，冉冉，你怎么来了？刚才在医院门口看到小少爷，不知道他从哪知道您出车祸的事儿，我就带他来看看。老师，疼吗？不疼。撒谎，打针最疼了。冉冉跟我都没有这么亲近过，金夏，这究竟是何方神圣啊？冉冉，我们先让金老师吃饭好吗？老师，我给你喂。张嘴。老师自己来吧。不，老师打针手疼。哎呀，冉冉，张不碗算了，别烫着我手。那爸爸来喂。这要是有谁给我喂饭，那简直是要折寿啊！不麻烦师爷了，我自己来。老师手疼，爸爸来喂。金老师，那我喂你。这那就麻烦师爷了。
这样，然然很快就能有妈妈了。海静老师身上找到了。你说什么？你确定是叶季夏？我调查了金老师开车路过的所有地段，发现后面有一辆车，那车上的人就是叶季。但是叶季夏也只是一直跟在金老师后面，并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有什么证据。夜里在宴会厅上，他就和金老师起了争执。我本想着他是我迷的妻子份上饶他一条狗，没想到他竟然下手这么狠。是，那应该通知叶家，要和叶季家离婚，并让叶家不能出海事，否则也怪不得叶家消失。我这就去。哦，等等，这件事情暂时别让奶奶知道。差点因为我害了他，还好他没事。等处理完叶家的事，我和他或许……爸爸，老师要休息了，你要不要一起陪老师休息啊？然然，我们明天再过来玩。再见，明天见。喂，我做了什么？你要是什么都没做，宋有泽为什么要跟你离婚？我们叶家干什么坏事？什么？妈，我早就说把这个野种赶出去，现在好了，他得罪了宋佑泽，宋家要把我们赶出海市，我们的基业都在海市，要是被赶出去了，我们可怎么活呀？看，肯定是他在外面乱搞的事情被宋佑泽知道，这么脏，别说是宋佑泽了，就算是外面的乞丐，也不会要的。你给我住嘴！金夏也算是你的姐人，怎么能这么说她？我有说错吗，奶奶？叶金夏把我们家害得那么惨，你却一再袒护他。不会是爷爷走了之后，你耐不住寂寞，在外面找了别的男人，找来得子生下的他吧？你说什么？怎么跟你奶奶说话？妈，难道你们就不怀疑吗？奶奶明知道叶锦夏不是叶家人，还给叶家添了那么多麻烦，却一再袒护他。叶锦夏生性乱搞，说就是随了他妈呀！简直，这就不该叫你奶奶，该叫你一声妈。叶金夏，你怎么敢当着我们的面打婉婉？他该打！叶浩宇，你们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我不是你们亲生的，你们打我骂我也就算了，但是你是奶奶辛辛苦苦带大的，你就这么容忍自己的亲生女儿羞辱奶奶吗？这还不都是因为你吗？是你得罪了宋佑泽，他怎么会把我们叶家赶出海市呢？我又怎么会被气得冲昏了头脑呢？对，就是因为你，早知道你这么狼心狗肺，当初我们找回静婉的时候，就该掐死你！11，那就定在周5。这事怎么能分心呢？还想要这份工作？一提离婚就挂电话，这个叶锦夏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宋子不会以为我不想离婚吧？哎呀，算了算了，不管了。Let's sign something that can fulfill your appetite.
这不是我昨天睡错的男人吗？那这么说，我睡了我学生的家长，还是海城首富。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难不成这下死定你真了！的见过？他没认出我。对不起。这位呢，就是我给您说的金夏老师，他可是我专门从国外请来的专家，一定能够说服小少爷到幼儿园来上学的。你姓金？我姓，我姓叶，从今以后就是金夏。是，我姓金。金夏，倒是和我那个便宜妻子的名字很像。金老师，我给过你们学校很多次机会了，你要是还不听，我只有考虑换学校了。师爷你放心，我在国外接受过最专业的心理培训，我一定会努力不让你失望的。但愿如此。走吧，我带你去见人。金老师到了，请吧。应该不会有事吧？谁也没认出来我，只要我不提，他就永远都不会知道昨天那个女人是我。有昨晚那个女的消息吗？师爷放心，我们已经找到了酒店的监控，算计你绝对。抱歉，师爷。他这样老老实实的，能做好人人的老师吗？师爷，如果我们找到了那个女人，您打算怎么处置？自然是扒皮抽筋，好好折磨他，让他牢牢记住，不负责任、戏耍实业会是什么下场。36期，走为上。我就是想去看看然然。金老师错方向了吧？金老师这么紧张，该不会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吧？你给我住嘴！没有把金夏当女儿，可是金夏是把你们当亲生父母的呀！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奶奶，我没事，身体好紧，你先冷静好吗？当初那个宋有泽即将病死，宋家要娶我们叶家的女儿重喜，你们不愿意亲自去收养，更不让金夏去嫁给了那个半死不活的人。要是没有下手，早就得罪了宋家，反成海氏了。妈，难道我们现在就这么灰头土脸的被人家赶出海市吗？我们宋有泽不是两个，让夏夏白白等了4年，这个婚早就该离了。现在赶出去就给赶出去了，大不了重新开始。你们看，奶奶就是偏心叶金夏，我不管，我不要被赶出海市。妈，在你心里，这个来路不明的野种比叶家还重要吗？我算是看明白了，听婉儿说的话，说不定真没错。这个叶金夏该不会你流落在外的野种分子？住嘴！你简直就是……奶怎么了？奶秦月，去什么医院？奶奶都这样了，你要见死不救了！叶金夏，你别忘了，你奶奶的命一直都是我们拿钱吊着的。我们要是被赶出去了，
你奶奶没钱看病，早晚得死，还不如早点死，替我们减轻负担。你是怎么想的吗？奶奶可是你的亲妈，那都是因为你。叶金香，你什么时候说服了宋有泽放过我们叶家，我就什么时候送你奶奶去医院。你奶奶能活多久，就看你了。好，我去求。但是如果奶奶有什么三长两短，叶家陪葬。小叶，你10天半个月都不来我这儿一趟，最近怎么总是来呀？自然是想奶奶。你有时间来看我呀？我陪陪叶金夏。上次见面就耽搁了，这次我再约一次，你可不能再爽约哟。是再也见不到了。说什么？老夫人，叶地下叶小姐求见。什么？太好了！蹭这个机会跟叶小姐见一面。奶奶，我跟叶小姐见面，您在现场不太合适吧？小两口要多交流交流感情。奶奶我房间里去躲躲，都当我不在。哎呦，要抱大孙女了。还好，我专门守在奶奶这儿。出我所料，这个叶金夏果然不知廉耻的来找奶奶求情。张妈，告诉叶金夏，让他滚。师爷这，张妈，我不告诉奶奶，是怕她身体不好，承受不了。你要想清楚，石家谁才是真正的当家人？是师爷。阿姨，叶小姐，实在不好意思，我们老夫人不见客。阿姨，我求求你，你让我见老夫人一面好不好？我可以答应离婚，但是我求求你们不要针对叶家。叶小姐，我也不过是个女佣，请你不要为难我。老夫人，宋老夫人，老夫人，求你让我见你一面吧，老夫人。师爷，反正叶金夏就在门口，您要不进来吧？又不是没见过，他那副丑恶的嘴脸，这辈子不想见。是，师爷啊，除了金老师，谁都不想见。怎么样了？小张，那个叶小姐看起来挺可怜的，谁咋这么狠？本来不用这么狠，谁叫他不长眼，非要害师爷的小心肝儿。小心肝？就是那个金。要不你跟叶家一起滚！夏夏，奶奶这里有礼物要送给奶奶。夏夏呢？这刚走了。我刚说要把咱们家的传家一镯送给他，他怎么就走了呢？奶奶，来找我，我来接啊。奶奶，我们那个……老夫人，我求求您放过叶家。怎么这么像金老师？老夫人，求您放过叶家。
不知道为什么宋家要开始针对叶家。如果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你告诉我，我一定。你做错了什么？你自己还不清楚吗？宋有泽，宋先生，我真的不知道。真会装，怪不得古天奶奶这么喜欢你。叶季夏，我让你们叶家滚出海市，已经是我仁慈。要是再敢骚扰我奶奶，别怪我不留情面。喂，我真的没有办法。叶季夏，宋家松口了吗？你奶奶可坚持不了多久。我已经和宋家谈好，你们要按照约定把奶奶送去医院。这是自然，只要叶家好好的，你奶奶就不会有事。只要奶奶病情稳定，直到她离开海市。但是在这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这下子总算是彻底解决叶家。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是吗？觉得我不敢动你是不是？石野，抱歉啊，徐老师，我刚才以为是叶。想不中。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呢？石野，对不起。说什么？石野，对不起，我要离开海城，去别的城市发展。为什么呀？然然那么喜欢你，是突然要走，总得给他一个理由吧？你实话告诉我，是不是因为你那个丈夫？是。我就知道是因为他。金老师，你丈夫的事情我可以帮你解决，只要你愿意留下来，不管什么问题我统统帮你解决掉。是已经帮了我很多，没必要再把他牵扯进来。石岩，你误会了，我和我的丈夫很相爱，他有工作调度，所以我才决定和他一起离开。你那个丈夫屡次3番的伤害你，你还和别的女人在外面有孩子，你居然为那个渣子，你放弃我，放弃然然。我们的关系很复杂，一两句话可能说不清楚。好，金老师，本来我以为你是个聪明人，现在看来真是愚蠢至极。既然你选择了那种男人，石爷这一张嘴啊，金老师是留不住了。我想让金老师当我的妈妈，她一定不会走的。小少爷，你要想让金老师当你妈妈，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呢，就是石爷娶她，他现在看来根本不可能。第二个办法是什么？那就是金老师什么的听话，这点更不可能了。为什么不可能？我就要金老师当我的妈妈。小少爷，这亲生妈妈可能用认的呢。
只有做了亲子鉴定，报告出来之后显示你们为母子关系，这才是亲生的。那要怎么才能做亲子鉴定啊？这个简单，只需要母亲的头发和宝宝的头发拿去医院做鉴定，只要鉴定结果是99.9%就好了。小少爷，您不会真的要做亲子报告吧？然，秦老师要走，我告诉你。对不起，老师不能陪你长大，老师要吃。老师不哭，我一定会让老师留下的。傻孩子，人总是要分别的。很快你就会遇见一个比我还好的老师，有更多的人关心你、爱你。老师也会回来看你。是走了。要走就走，别那么废话。竟然比不过一个婚内出轨，你才能渣男。婚内出轨有暴力倾向，师爷，说句不该说的，您不就是这样？我不会让金老师走的，绝对不会。师爷，您都在这为了2个小时的人。用得着你提醒。对了，张三，去帮我查一下金。师爷，金老师后天早上的飞机。让你查了吗？师爷，我要是连这点隐见都没有，还怎么配当您的助理？师爷，您都为了金老师和叶金夏离婚了，就不考虑再争取一下？既然他都已经做出选择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师爷，不好了，小少爷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今年才不到6岁，你们这个孩子看不住啊！抱歉，师爷，小少爷今天在自己房间里也不出来。今天我们去送饭的时候才发现小少爷已经不在了。你给我找，要是然然出了什么事儿，你们全都别想活！是，我去。哎，师爷，我好想知道小少爷在哪儿。下一位，小朋友，你的家长呢？我是一个人来的，我是来做亲子鉴定的。小朋友，小孩子是不能做亲子鉴定的。为什么不能？亲子鉴定呢，是大人确定孩子是不是自己亲生的，这个不是让小孩子拿来开玩笑的。好了，快回去找你家长吧。为什么大人就能检测小孩子，小孩子就不能检测大人呢？这小孩真是不好骗。小朋友，叔叔真的不能帮你做啊。这到底能不能做？原来被人用钱砸是这种感觉，现在连小孩都这么有钱了吗？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到底能不能做？再不能做，我就换人了。能，小哥，哎不，小少爷，您稍等片刻，我用最快的速度去帮您做。小少爷，鉴定报告做好了。您跟另一根头发的主人是？不用说，我已经知道了。知道还来做亲子鉴定，这小少爷怕是有钱没地儿花呀。你把鉴定报告改成亲生母子关系，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的。亲生母子？小少爷，我没明白您的意思。张助理说了，只要报告显示我和金老师是亲生母子关系，金老师就可以当我的妈妈，他就不会走了。
可是报告上显示您和是欣然。石欣然，为什么不说一声就跑出来？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我想让金老师留下来。那你就背着我，来到这里跟金夏做亲子鉴定。然然，我知道你喜欢金老师，但她不是你妈妈。为什么不是？我就要金老师当我的妈妈。石欣然，金老师有了家庭，她也有自己的丈夫，以后她还会有自己的孩子。那为什么金老师的丈夫不是爸爸？为什么金老师的孩子不是我？石欣然，别人都有妈妈，我就没有。我就想要一个妈妈，我有什么错？师爷，小少爷还小，心思单纯，以后别生气了。人人说的没错，他只是想要一个妈妈，他那有什么错？倒是我找然然的妈妈找了这么多年，可一无所获，现在连金老师也留不住了。哎，那这位县长，那这亲子鉴定，孩子坐着玩的，你处理了吧？哎，县长，我插句嘴，孩子现在还小，他是离不开亲生母亲。就算您和孩子的母亲离婚，也不能剥夺孩子见母亲的权利吧？这，你看，这孩子得多伤心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啊？那金老师不是孩子的妈妈？金老师只是然然幼儿园的老师罢了，不是他的妈妈。那可能是我搞错了，我还以为金老师和天下是同一个人，是小少爷的母亲呢。是什么？你说谁是然然的妈妈？那检测报告是不会出错的。那如果说检测标本没有错的话，那金夏就是小少爷的母亲。金夏是然然的亲生母亲2年前那个不负责任的女人是金夏，原来我找的女人一直在我身边。早知道那个女人是金老师，哪里还用得着这么麻烦？把金夏给我找到。是，我现在去。完了完了，好久没见过师爷气成这样。金老师，自求多福吧。夏夏，奶奶对不起你，要不是因为奶奶，你早就能离开叶家，重新开始，再也不受那几个畜生的气了。奶奶，你说什么呢？你从小都是您带大的，我是绝对不会离开你的。你过2天你病情稳定一些，我带你离开海城，你们找个安稳平静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好不好？好。那是你这个贱人说了谎。宋家还是要把叶家赶出海市，根本就没有松口。叶金夏，你根本就没有求得宋有泽的原谅，是不是？我要不是我搞定了宋家，你们会给奶奶治病吗？宋家已经终止了和叶家所有的合作，叶家什么都没有了，你毁了叶家。叶红雨，你根本就不善解人意。叶家要不是因为夏夏嫁给了宋有泽，得到了宋家的扶持，早就破产了。是夏夏让叶家活到了现在，你怎么能怪他？妈，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要替这个野种说话？难道你真的看到我们叶家破败，流落街头吗？算是真的流落街头，那是你应得的。叶红雨，夏夏已经不欠叶家什么了，你要是再敢逼他，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绝不会放过你的。妈，你真的是老糊涂了，宁愿帮一个野种，都不帮你的亲生儿子。好了，那既然如此，就别怪我太狠心了。红雨，你这个不孝子，你放开夏夏！我约了几个生意场上的老板，依他们的意，就算我叶家被赶出海城，在外边照样会有一席之地。你今天就给我去陪他们，走。你要我去陪客？
没有，我紧张是因为我害怕我教不好然然，容易生气。然然的房间在2楼。金老师，我说过，这是给你们帝都幼儿园的最后一次机会，你可别辜负了我对你们帝都幼儿园的信任。知道了。哇，谁已经看到这条监控？我才知道我是那个算计他的女人。我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得赶紧找个借口离开这里。坏呀，真是太坏！你给我好好画！画呀，我叫你快画！给我起来！你非要让叶哥哥把我赶出去，你才满意吗？我真搞不懂，师爷那么优秀的人，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儿子？我看就是你那下贱的妈玷污了石家的血统，才生出你这么个连话都听不懂的小废物。还敢咬我！既然我是你老师，那我就替叶哥哥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居然打我！你作为老师对学生动手，我为什么不能打你？我们沈家和石家可是世交，我是内定的石夫人，我警告你，少管闲事，给自己找麻烦。我身为然然的老师，我绝不允许你对她动手。再说，师爷是多么疼爱然然，我也是看在眼里。不信，他会任由你伤害然然。然然，我是新来的老师金老师。走，我带你找爸爸。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以为你带着他去找叶哥哥，叶哥哥就能高看你一眼？别做梦！这个小孩子他连话都不会说，就算你去找叶哥哥，你觉得他会相信你吗？石爷是然然的父亲，是我学生的家长，就算他不信，我也会把今天发生的一切一字不落的形容给他，这是我作为教师的职责。金老师，今天发生的事能不能告诉师爷啊？他给你多少钱工资，我给你双倍。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我是一名教师，不要在我的学生面前羞辱我。走。然然跟我学了这么久，什么都学不会。要是再让这个贱人给叶哥哥告状，叶哥哥肯定会把我赶走的。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接近叶哥哥的机会，怎么能被这种贱人给毁了？这次找了。怎么回事？叶金夏，你就别装了，反正你私下也玩得很花，还请个客人走，这不是你最拿手的事情。叶宏宇，你难道要卖女儿吗？叶金夏，你可是吃我叶家饭长大的，你为叶家做点贡献，不应该吗？哎呀，夏夏，你只要把这几个客人陪好了，解除叶家的危机，妈，还是把你当女儿，我们一家还像以前一样，好吗？我之前就是嘴硬，但是我心里还是抱有期望的。我期望你们能回头看看我，能把我抱在怀里，再叫我一声夏夏。可是现在不要了，方月、叶红宇，你们这种人根本就不配为人父母。你们听好了，是我不要你们了。这可是你说的啊！既然不是女儿了，你就别怪我不留情面。走，现在就把她送过去。走，走。
下一子，难道还不够吗？妈，你别管！你放开他！你放开谁？你别管！妈！叶金夏，这是我奶奶，用不着你管。这个贱人，我好好的去陪客人。放开我！奶奶，奶奶，你快起来！石爷，哎呦，怎么会在这儿看到您呢？我是滚！石爷，你怎么？我有事情想请教金老师一下，烦请金老师跟我走一趟。是。可是什么可是？快点伺候我师爷，快去！好，我跟你走，但是你要照顾好奶奶。这个小伙子不像是要伤害夏夏，不过怎么总感觉这个小伙子这么眼熟呢？师爷，你今晚叫我过来，实在有什么事吗？师爷。干什么？你说这幼儿园老师接近我和然然，不就是这个吗？你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还装傻？金老师，再给你一次机会，好好回忆回忆，到底还有没有什么事情瞒着我？瞒着你？你爸爸就是帮了我一下，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老师可以当我后妈呀。师爷，您说的难道是我给妍然当妈妈的事？有人知道？那都是误会。我对你从来没有非分之想，我也从来没有想过给妍然当妈妈。既然你不想给她当妈妈，为什么那天晚上要接近我？为什么要把她留下？你知不知道冉冉因为你受了多少苦啊？之前不是几人事的吗？都是意外。2次意外都意外到我身上，金老师，你真当我蠢吗？2次，不是只有1次吗？师爷，你别一时动怒说不能啊！是我有错在先，我愿意补偿。你要我做什么你才能相信？你说我都愿意做的。做什么都可以。如果我说我要娶你，让你成为石夫人，成为然然的母亲呢？师爷，你明明知道我已经结婚了，我们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我跟我的丈夫很相爱。那我呢？然然呢？你把我们当成什么？心夏，我说过，什么困难在我师爷面前都不是问题。只要你愿意，我什么都可以帮你解决。宋有泽现在正在对付叶家，告诉石爷也只会给他添麻烦。为了我，不值得。我跟我丈夫马上就要离开海城了，以后我也不会再让你和然然了。夏，现在要是敢踏出这个房门一步，从今往后，永远也别想见到我，永远也别想再见到然然。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一直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结局。她的老公对她来说就那么重要，重要到连我的亲生儿子都不肯认。
老夫人，让我进去。今天你一定要问问他，为什么好好的要跟叶金夏离婚，还要把叶家赶出海市？真当我老婆子不在了是吗？哎，老夫人，老夫人，不是我不想让你进去，师爷正在接待客人，你实在不方便进去啊。这都几点了，还在接待客人？不会是在和什么不三不四的女人鬼混吧？他是谁？老婆子，我混到现在，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今天我就要看看哪个不要脸的东西在勾引夏夏的老公。金老师，快走！别走！哎，老夫人，给我站住！奶奶，石叶，你还护着他？老实告诉我，你要跟夏夏离婚，是不是因为他？奶奶，那是我的事情，用不着你管。用不着我管？我都被他迷了，敢瞒着我跟夏夏离婚了，我怎么能不管？迟早要把他揪出来，让他知道搅乱别人婚姻的下场。奶奶，奶奶。你走，夏夏，来，走。哎呀，爸爸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也知道，石爷可是咱们海市最有权势地位的人。你要是能博得他的欢心，那咱叶家这点刁难算得了什么呀？是吧？叶红玉，你脑子里除了权势地位以外就没别的。哎，夏夏，你怎么要这样说话呢？这石爷呀，他不光是有钱有势，还年轻英俊啊，他比那个什么宋佑泽不知好了多少倍。所以说呀，你配不上石爷妻子的身份，可你要给他当个情人什么的，你这一辈子绝对是锦衣玉食。爸爸，这也是为了你好啊。那我还要谢谢你。以前呀，是爸不对。只要你能把好事，让咱们叶家度过了这次难关，以后你想要什么，爸就给你什么，你就是咱们叶家唯一的千金大小姐。那叶今晚，他呀，他那个废物留着有什么用？只要你想，我立马把他送到乡下去，绝不再碍你的眼。你考虑考虑。叶红宇。我之前以为我得不到你们的爱，是因为我根本不是叶家的孩子。现在我知道，不是我得不到，压根儿就没有想。叶金夏，老子低三下四的讨好你，劝你，你可别不识抬举，否则什么？你要用奶奶来威胁我吗？叶红宇，我跟师爷的关系你也知道，他也答应了我。你要是敢动奶奶一根手指头，我觉得他会放我。哼！叶金夏，你还真拿自个儿当号人物了。你可别忘了，就你这种来历不明、生过野种的下贱东西，你真的以为你能傍得上师爷这个大叔吗？能不能傍上，那是我的本事，就不劳烦你操心。有这功夫，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叶金夏，老子就是倒了，你他妈也没想好过。可就我不争气。他要是能傍上师爷，那我才生这么有气。要是我没用，爸一定会放弃我的。不行，绝不要再过以前那种苦日子，绝对不要。师爷，最后还是要靠打着你的美好才能成，是不是也难？叶金夏，我才是叶家的千金大小姐，能傍上她，我为什么不能？明明都说了，爱的人不是我，可为什么还是会想起他呀？明天让人把沙发换了。师爷，您几乎要把家具都换一遍，干脆您换个房子，多罪。师爷，
我也是为你着想呀。你这换来换去的，说白了还不是忘不了金老师。你喜欢金老师，然然少爷也喜欢他，只可惜……有什么好可惜的？像她这种始乱终弃、不负责任的女人，就算现在回来跪着求我，不会多看她一眼，不配。张三，你帮我看看，这个金老师今天怎么这么决绝？现在又约你去酒店，还有，你帮我看看穿哪件合适？金老师，这是反悔的吗？金老师，这是反悔的。是你。姐，他能做到的事情，我也可以做到，而且我做的比他更好。师爷就不想试试？那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师爷的名号，有谁不知道？既然知道我的名号，那你就更应该知道我的手段。叶金夏，看来我对叶家还是太仁慈，居然把主意打到我的头上，我够了是吗？师爷。看到你叶家的人，就觉得恶心。赶紧给我滚！叶家的人就恶心。叶金夏呢？又在耍什么花招？你不就是叶金夏吗？我才不是叶金夏那个贱人，我叫叶静吧，是叶县唯一的大小姐。师爷，金老师就是叶金夏。金老师就是叶金夏，他一直都在骗你。早在4年前就跟一个叫宋玉泽的野男人结婚了。金老师是叶金夏。不仅如此，6年前他还跟别人乱搞，生下了一个野种。像他这样淫乱不堪的人，都可以入得了您的眼。是，看看我呢。睜開雙眼做場夢。原来自始至終都是他。他要離開海市，都是因為我。师爷，师爷，我都安排好了，等你病好了，努力吃。好，夏夏，辛苦你了。啊，夏夏，那天来找你的那个师爷，没对你做什么吧？奶奶，你放心吧。啊，可我总觉得那个师爷那么严肃，感觉在哪里见过似的。夏夏，你有他的照片吗？能不能给奶奶看看？我找找。啊，那全废了，连个人都找不到。海市就这么大，怎么会连个人都找不到？怎么样？有金夏的消息了吗？师爷，不好了，金老师被老夫人带走了，去了万崖湖。万崖湖是我们养食人鱼的地方，带他去万崖湖干什么？迟早要把他揪出来，让他知道搅乱别人婚姻的下场。
我叫你们准备的东西带来了吗？老夫人，您要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别怪我心狠，谁让你不长眼，撞到我手里！不要！叶锦霞！少爷，还愣着干什么？赶紧上去救他！少爷呀，你不知道你不会游泳呢，你怎么能做这种傻事儿呢？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是最喜欢叶金夏，你怎么能这样对她？你不是一直都讨厌叶金夏吗？妹妹是想帮你的。那是因为我不知道叶金夏就是她。你害死了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你害死了然然的亲生母亲。少爷，你不怪他当年抛弃然然了？我想派人调查清楚，当年是叶红雨和方月卖了他的孩子，还谎称孩子已经死掉了。这件事情，他也是受害者。我已经派人惩治了叶红雨，可是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他已经。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夏夏呀，你快出来！再不出来呀，小叶就要给你陪葬了。你是真的实在是太好。你也真是的，我带着孙媳妇儿来看看咱们家的家产，谁成想你一头就栽下去了。我看呐，有些人怕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哦。赵总，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你的妻子叶金夏。是凯文，我是你的丈夫石叶。好事，幸亏是你。我会永远在你身边，看你为我戴上婚戒，听你说出爱的誓言，手相牵，我们的爱都永远。I gotta be， 看着你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I gotta be， 因为幸福喜极而泣，答应你。做自己，做你的结合里永不分离。怎么回事？然然，上哪儿了？啊？叶哥哥，我在教然然画画呢，而这个女人，竟然二话不说就当着然然的面打我，而且还把花瓶弄碎了，差点伤到然然呢。金老师，帝都幼儿园安排你过来，就是这么做事的吗？叶哥哥，这个女人她第一次见然然，就差点伤到了然然。像这种有暴力倾向的人教然然的话，咱们然然肯定会受很多委屈，你可千万不能把她留下。究竟是谁在欺负人？然然有自闭症，她需要的是耐心、理解和包容。你呢？你不仅打她、骂她，你还差点拿瓶子砸伤她。她只是个孩子，你怎么下得了手？你血口喷人，
叶哥哥，我认识那么久了，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是清楚的呀。我倒是真不清楚。沈一婷，你应该知道，然然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无论是谁伤害她，我绝不会手下留情。叶哥哥，我给然然当了那么久的美术老师，我要是伤害然然的话，然然身上怎么可能一点伤痕都没有呢？反倒是他第一次见然然就说自己讨厌自闭症小孩，他说咱们然然是个废物。我替咱们然然打抱不平，他居然就动手打我。叶哥哥，我自己受点委屈，忍一忍也就算了。可是我真的不忍心看见咱们然然就被外人欺负。金老师，看来帝都幼儿园看不上然然。既然如此，请你马上离开。师爷，不是这样的，师爷一直在找我。等9年监控恢复，我跑不掉了。与其被师爷打发出京，不如趁人杰地离开。这下没话说了吧？叶哥哥，这回你相信了吧？像她这种心狠手辣的女人，根本就不配当我们然然的老师。然然，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当不了你的老师了。但我希望你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男子汉，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妈妈。谁都知道妈妈是然然的禁忌，不能提。你是故意的吧？请你立刻离开施家，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动手打人是我不对，我会离开。但是也请师爷好好查查然然身边的人。尽到一个父亲的职责，保护好他。阿姨欺负金老师，保护我。你说什么？这个小妇不是半年都没说过话了吗？怎么突然开口说话了？然然，你终于说话了，你再说一遍好不好？怪阿姨骂我，骂妈妈，打我，金老师保护我。沈怡婷，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是的，这是个误会，是他告诉然然这么说的。然然，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是你也不能说谎，对不对呀？然然，说句话呀！沈怡婷，人家好不容易说话，却说他撒谎，是不是然然这辈子都说不了话，你就心满意足了？叶哥哥，只愿看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饶我这次。滚！别让我再看见你！掐掉是我的脖子，恐怕早就断了。好像他知道那天晚上的女人是我，估计现在比他还要惨。不行，实在太危险了，不能再留在这儿了。
金老师，金老师，师爷，抱歉了，我这就走，不碍你的眼。金老师，刚才是我没弄清楚状况，向你道歉。不，师爷，是我不对，我不应该当着然然的面打人，我不配做然然的老师。金老师执意要走，身上的味道怎么这么熟悉？叶惊夏，叶惊夏，命都快没了，你怎么还在想这种事情？说笑了，师爷，我怎么能生您的气呢？不气，老师留下来吧。既然然然都这么说了，那金老师就留下来，我会通知校长，用最高的待遇聘请。可是，难道金老师看不上然然，不想教他？我怎么可能？你做然然的老师是我的荣幸。那就麻烦金老师了。时间也不早了，金老师就留在这儿吃完晚饭再走，正好先跟然然培养感情。不用了。这下完蛋了，想走也走不成了。算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到时候再想办法吧。然然，谢谢你刚才帮我作证。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金夏，是帝国幼儿园的叶老师。叶老师。我叫石欣然。你是不是也喜欢我？巧了，我也是。那我突然有点熟，你可以借我用一下你的画画工具吗？定，我画的是水体，那不过我忘了审下你的头发是什么样的。哎，等一下，你行不行啊？你别毁了我的绝世佳作。我可以。都顶到头。要是然然的妈妈像她那样温柔负责，没有病得这么严重。Yeah。干得不错。时间客气了。这是我作为教师应该做的。我会给帝都幼儿园建一栋图书馆的费用，一条给金老师的感谢。要是石叶知道他一直想除之而后快的女人是我，还会那么感谢我吗？是，见过视频。那个女人是谁？